印度测试远程超音速反潜导弹，这种射程全球第一的反潜武器，印度打算怎么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根据印度媒体消息，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12月13日呢，成功发射了一枚超音速远程反潜导弹。这种导弹呢，10月份曾经是发射过一次了，这次是第2次成功。根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射程400海里，也就是600多公里啊，飞行速度3马赫。导弹飞行600多公里以后呢，是释放一枚反潜鱼雷。这个鱼雷呢，也应该是通过降落伞减速，然后入水。入水之后呢，开始在水下搜索潜艇，发现目标之后进行攻击。按照印度的说法，这个鱼雷头的重量是50公斤，水下航程呢是20公里。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判断，应该是一枚324毫米的轻型反潜鱼雷。国内很多军事媒体和专家看到印度这个实验呢，表示非常不理解。反潜作战需要从650公里以外发射反潜导弹吗？印度毕竟是从美国买了全球最好的反潜巡逻机啊 P8I， 这个飞机本身就能带反潜鱼雷，自己航程也不短，发现之后就攻击不行吗？而且舰队要反潜的话呢，有些航母编队有自己的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比如说当年美国有 S3，现在呢，基本用的也是反潜巡逻机。发现水下目标以后呢，舰队自己这么多力量就动手了，何须从岸上这么远的位置发射这么大一个导弹，还带这么小一个鱼雷？这不就是银样蜡枪头吗？而且呢，有专家讲了，全球各国也都搞过反潜导弹，那射程都是几十公里的，超过这个射程也就超过了舰艇对潜艇的有效搜索范围，所以射程大了都没意义。那么大家普遍认为，印度搞这个导弹呢，650公里射程，一是没必要，二是没用，第三，印度的信息化体系恐怕都不支持，基本都是这个观点。但是呢，历史上印度可不是第一个玩这种超远程反潜导弹的，实际上印度是继承了美国以前的设计思想。美国以前尝试搞过一个500公里的超远程反潜导弹，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战斧。就是把战斧巡航导弹的战斗部换成了一枚反潜鱼雷，它也要飞500公里，然后到目标区上空把鱼雷扔下来，鱼雷入水进行搜索，打对方潜艇。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美国也知道自己反潜力量再怎么强大，有些地方反潜可不容易，比如苏联家门口。那么美国的这个反潜飞机和舰艇能靠近吗？美国潜艇倒是能去，但是这种海域一般都是苏联的堡垒海域，反潜力量非常强大，美国潜艇去了以后要冒很大风险。所以呢，美国当年指望着就是依托反潜声纳基阵或者各种反潜手段，只要是发现了对方潜艇的活动，就隔着500公里往目标区域打一枚这种超远程的反潜巡航导弹。那么打中了目标当然是最好，如果打不中也不要紧，鱼雷一入水一搜索就是威胁。只要对方潜艇一出门，感觉到距离美国的打击力量500公里左右了，就只能是保持低速安静航行。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压制反潜。但是呢，美国人后来也没玩下去，因为以前的反潜声纳基阵那个网络支持不了对目标足够的定位精度，而且呢，战斧毕竟慢，飞过去以后定位信息至少过时了半个小时，那么再过去以后，可能目标早就跑不见了。但是印度现在玩这手，很可能也是要搞它的海底声纳监听基阵，而且3马赫速度比战斧快多了，这样可以决定对方潜艇跑不出多远。那么有了这套武器系统，就能让印度在巴基斯坦沿海形成发现潜艇之后就立刻快速打击的能力，实现对潜艇的有效压制，而不是等反潜机飞过去。毕竟巴基斯坦的战斗机也不会容忍印度反潜机踏踏实实飞过去。如果印度人把这个反潜鱼雷换成自航水雷，还可以在战时以更安全的方式实现攻势布雷。巴基斯坦方面呢，刚刚从中国引进了8艘潜艇，而且从第5艘开始，巴方就要开始自己生产。那么在潜艇的力量发展方面，印度也发现了很快会被巴方远远甩在身后。可见印度这个设计呢，就是为了增强反潜力量，有很强针对性，并不是拍脑袋瞎决策。我们以前讲过，印度的高层很多决策层可一点都不笨。其实呢，不仅印度，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在周边很多海域也需要这样的快速的反潜能力。如果战时我们的监听声纳基阵发现了什么海狼、弗吉尼亚、俄亥俄，直接让东风导弹带一枚鱼雷去送外卖，难道不行吗？好，
关于印度这种650公里射程的反潜导弹到底是不是拍脑袋瞎出主意，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